几个月前我们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再回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到东马去走走看看。当时我先生提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是去东马非得去见见当地的红毛猩猩和长鼻猴不可。我当时心想，去了雅比不登神山，就好像吃了碗面却没有喝汤一样，觉得太可惜了。对于这个想法，我们当时还是非常犹豫的，毕竟我们年纪也不小了，再加上听说爬神山有难度。就在前2个星期，我们居然登顶了。嘿，大家好，我是小云。我觉得爬山最重要的就是装备一定要轻量化，不然背着行李比爬山还要辛苦哦。我们这次的旅程长达1个星期，爬山就花了2天1夜，其余时间基本就是在雅比和山打根穿梭。不过我必须老实说啦，1、2月真的不是爬山的好时候，那2天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感觉我们在神山被洗了个透彻，不是攀登哦，简直是被水疗啊。在山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相当安静的，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都市里车水马龙的烦人感觉。一路上你只听到脚步声、呼吸声、风声、雨声，还有很多来自大自然发出的声音。在爬山的过程中，你完全可以摊开，无需去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意见，大摇大摆地做自己。就算有人或动物在旁偷笑，那又如何呢？谁又管得着呢？神山上的资源真的非常稀缺，物资有限到让你无法想象。你可别想着在山上冲个热水澡哦，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的能源也是按固定时间段来供应的，更别说什么网路了。网路在神山犹如一个传说。但你有没有好奇过，这些基本物资是怎么被运上去的呢？我不是在开玩笑哦，全部都是以人力的方式运上去的。说到这里，我们要非常 respect 那些 porters， 就是他们每天背着几十公斤的物资上山。当然，如果你自己懒得背行李，也可以聘请这些 porters 帮你扛背包。我个人觉得啦，他们的生活真的非常不容易。整个爬山的过程大约是8公里左右吧。我个人认为啦，爬山就好比是我的人生，充满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路上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还有大大小小的鸟事。这途中不仅有刮风、下雨、晴天，甚至还有大雾，仿佛是在经历我人生4季的轮回，感觉很累，累得说不出话来，还有点挫折感。登顶的时候，我们甚至想过回头，想过放弃。或许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善良的吧，因为我们在大自然里不仅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还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羁绊。我们遇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龄层的朋友，大家都不在乎对方是谁、做什么工作，就是这一路上互相打招呼、互相打气。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问候，更是包含了祝福，就像在给对方灌输鼓励，鼓励对方继续前行的力量。第1天我们用了大概6小时才抵达 Base Camp， 那里的风真的蛮大的，而且也蛮冷的。第2天一大早准时凌晨2点半出发，目标是登顶看日出。顶是登了啦，但却没有看到第一缕晨曦哦。幸运的是，笼罩在雾中的神山真的很美。或许你会听到或是看到有人说他征服了神山，但我觉得我并没有征服神山哦。因为神山就在那里，不管我去还是不去，看还是不看，它就是矗立在那里，见证着许许多多去他那里的登山者。而我征服的也只有我自己。我成功征服了本来想要放弃的我，就像打败了一群坏心眼的小我。成功登顶的那一刻，我们的第一感觉只有感动。很多人说爬山最棒的就是登顶，但对我来说啦，爬山最棒的就是过程。因为我至今都无法忘记脚底传来的酸痛感和那些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我认为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记忆碎片汇集在一起，才使得登顶的那一刻有了故事。
你问我为什么喜欢爬山？因为我觉得山能让所有到它那里的人回归于平凡，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在那里不分肤色，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也没有贵贱之分。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要到山顶你只有一步一脚印的往上爬，没有特别待遇，毕竟大自然也不认识我们。这之后我们就从雅比飞到山打根，这里可没像吉隆坡那样急促的生活步伐，简直就是慢下来，我们慢下来。我们可以漫游森林，尽赏生态，就像进入了一片慢生活的境界。在这里我们还体验了被誉为小亚马逊河的 Kinabatangan River， 全长大约560公里，从 Sepillo 到 Kinabatangan River 的车程大约2个小时。当地导游简直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救星，他在船上介绍和讲解，就像是给我们上了一堂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的课程。有他的帮助，我们居然非常幸运地遇见了野生大象带小象、野生鳄鱼、长鼻猴、猴子、犀鸟等等，有些甚至是濒危野生动物。我们还亲眼目睹栖息树上的犀鸟、互殴的猴子、大象与小象之间的家常小事等等。对我们来说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体验。我们可以说，我们把很多我们的第一次都留给了东马。比如说，我们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和红毛猩猩擦肩而过，第一次在大自然里看到那么多野生动物，第一次坐在街上吃晚饭，就是很多在城市里或是在荷兰的大自然里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在那里一一体验了。当然，东马也有很多很多美食，尤其是海鲜，那是绝对不能少的，因为那里靠海，所以海鲜都非常新鲜，而且价格也不贵。我们非常幸运的是，这整个旅程我们遇到的人都非常友善，尤其是 Grab drivers， 他们都非常乐意与我们分享当地人在哪里吃喝玩乐。或许是那里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感觉当地的居民都非常 relax。总的而言，沙巴比我们想象的更好玩。简单来说，就是沙巴我低估你了。很多人认识沙巴是因为它的岛屿和水上活动，但其实沙巴还有很多有魅力的地方等着你去探索。你很可能从一个角落转到另一个角落，就可以捕捉到美丽的风景了。我们下一次再回到东马，就是探索沙劳越了。我们还在好奇这会是一个怎样的旅程。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